昆弥，夫人这是在写什么？胡姑正在给父王修书，告诉父王温归叛乱已平息，让父王撤兵。替我谢谢大单于。就说乌孙之事，无需他操心。我信中就是这样写的。胡姑要向昆弥道贺，这场风波总算是过去了。只是听说是右夫人说服了温归。右夫人真是厉害，连温归都能说服啊！来，左夫人，这件事你不用太关心了啊。坐下。现在你怀有身孕，应该多注意的是你自己的身体。等将来生下儿子，那这个便是王储。谢谢昆弥。有件事儿，我想听听左夫人的意见。右大将跟我说，有人冒孤的名义给他发信，让他劫杀解忧。这事儿你怎么看？还有这种事儿？夫人觉得会是什么人在这幕后主使呢？昆弥，不会是认为是胡姑干的吧？怎么可能是你呢？你现在大着肚子，总不见得还挺着这个肚子跑来跑去的吧？这信写完了吗？写完了，这就发出去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恭喜左夫人，这回解忧恐怕是难以脱身了。昆弥刚刚说，有人假传圣旨给右大将，你怎么看？这连夫人都看不透，小侯怎么看得出来呢？我心中怎么会有不安之感？是不是夫人多虑了？醒了。王兄什么时候来的？有些话在朝堂上我不好问，来这儿能问清楚。你问吧。你爱解忧，我没猜错吧？怎么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不敢认啊？是的，我爱解忧，你没猜错。可她是你嫂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我认识她早在你之前，那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成为大汉的和亲公主，我不知道她会嫁给你。昆弥，你想杀我便杀，我只问你一句：我爱她错了吗？要这么说的话，你没错。你我是兄弟，我不会杀你，我只能把他杀了，这件事才能结束。王兄，王兄，你不能杀他！我求求你，你不能杀他，他也没有错，
他没有做任何错事，他恪守了作为一个右夫人的本分。王兄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不杀他，我此生再也不见他。你把我杀了好吗？你求我，这还是你第一次求我。好，我给他一次机会，只要他亲口承认他不爱你，我就放过他。王兄，王兄，王兄，你不能这样，王兄！王兄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会后悔的，王兄！走，走。解忧给昆弥请安。起来吧，在这儿就不必多礼了。谢昆弥。匈奴退兵了，孤心里面松快了许多，所以来看看你。给昆弥贺喜了。过来坐。我不放你出去，你心里面是不是还埋怨过我？解忧不敢。解忧现在是戴罪之身，就算昆弥宽恕我，我也不敢肆意妄为。大单于退兵可是左夫人的功劳。是胡姑书信给大单于，让他退兵的。难怪昆弥又把我关回来了，原来是为了讨左夫人欢心呀。你这么说，看来你心里还是埋怨我。胡姑她不明白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连你也不知道姑对你的苦衷呢？我当然明白了，昆弥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以江山社稷为重，从来没有想过要难为解忧。左夫人也是，如果她不是真心爱你，又何必与我过不去呢？你说她爱我，那你爱过我吗？解忧，我问你，自你从长安到乌孙之后，姑待你如何？昆弥待解忧很好。那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待你的吗？解忧不敢妄自揣测昆弥的心意。那好，今天我就告诉你。当你刚到乌孙的时候，我只把你和胡姑当作是制衡大汉和匈奴的工具。姑早就决定，对你们俩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动情。我就想着，也不打算动情。我只想把你们两个的关系处好。为这件事儿，我是费尽了心思。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竟然对你动了情。你也知道，在你之前，姑只爱过一个人，就是细君。姑失去他那天，姑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。但那以后，我就决定不再去爱任何人，
可是没想到，所以那天你失去孩子的时候，我心里比你更难受。不是为了孩子，是怕失去你。你现在知道，在我心里你有多重要。这话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以后我也不会对任何人提起。现在朝堂之上，你跟温归的谣言还是没有压下去。你倒好，也坦荡，从来不回避这件事，跟温归反而走得更近。不过你放心，姑从未信过那谎言半个字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不会这么做的。姑只问你，在你心里，我是你什么人？昆弥是乌孙的君王，还有呢？是解忧的夫君。就没有别的吗？是我的家人、亲人。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换个方式问你，你爱温归吗？你回答我，你爱温归吗？你爱他，我要听实话。你最好想清楚再告诉我，你是爱他，还是爱我？我知道，我也相信你们是清白的，可是不予理智，心里未必没有涟漪。你告诉我，你爱不爱他？你告诉我。你别忘了，温归犯的是死罪，只要你说你不爱他，姑就饶他不死。啊！但是他这一生都只能去戍边，你们俩永远都见不着。解药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生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耐心，细菌也没有。你告诉我，你爱谁？是温归，还是我？这是我给你们俩最后的一次机会，你说呀！你到底爱谁？你说！
说呀！最好想好了再回答我。昆明，我不想欺骗你，更不想为了苟且偷生而欺骗你。我以为文贵也不希望解忧说谎，我爱文贵。在我遇到昆明之前，我已爱上文贵。我以为此生此世，除了文贵，我不会再爱其他任何一个男人。可是爱分很多种。我初来无孙的时候，我紧张、忧虑。我害怕你，我也并不认为在这场婚姻里，我可以得到你的宠爱，我可以幸福。我以为更多的是刀光剑影，是尔虞我诈。但是渐渐的，我发现昆明是一个重情重义、宽厚仁慈、温暖的男人。但是因为我的过错，我丢掉了我们的孩子。我方才明白，昆明如果不爱我，怎会对我如此宽容？我也曾想过，如果我没有遇见文贵，我定能好好的爱你。别说了，昆明对解忧有恩，解忧对昆明有情。这一份情是恩情，是我说别说了。文贵为了你，他不惜背叛我，即便你为了他，你也不惜自己的生命。解忧自知是没有活口，但如果可以化解你和文贵之间的矛盾，解忧愿付出我的生命。你知道吗？你这么做，只能让我更恨文贵。谁呀？谁呀？谁在笑？笨蛋，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
是。但我跟昆明说的话你都听见了。我都听见了。你这个傻瓜，谁让你这么回答昆明的？你有没有想过后果啊？文贵，如果一定要死，我求你死在我后面，因为没有你，我活得好辛苦。笨蛋，要死一起死。你后悔吗？我不后悔，不后悔。我也不后悔。来，把你刚才跟昆明说的那些话再说一遍。我刘解忧，今生今世，除了温归以外，绝不会再爱另外一个男人。温归，温归，温归，你在吗？温归，你在不在？我在。还是下去吧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下去吧。公主，今天可还有头疼发作？昆弥把解忧送进死牢，我这一高兴，连头疼这回事儿都忘了。看来解忧说我中毒，果然是想用计吓我。就是，公主这般人物，谁敢下毒害你啊？今天这天气可真怪啊！昨天晚上还晴空万里，怎么突然就阴天了？真不是个好兆头。求见左夫人。进来。拜见左夫人。昆弥召夫人殿上问话。上殿？不是去他寝宫吗？穆哈兹不敢谣传，昆弥确实宣夫人上殿。昨天昆弥没来我这儿，是不是去云古特那儿？回夫人，昆弥未曾去找过云古特，他确实是在自己的寝宫歇息。夫人，请速速上殿，莫让昆弥等得太焦急。知道了。穆哈兹，你今日话真多。出去。虎姑，虎姑，虎姑，昆弥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在给大单于的信里，到底写了什么？昆弥，你吓到虎姑。说。我说，
翁归怕乱已平息，让父王退兵。我看不止这些吧，你的信里还另有玄机。昆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父王并未退兵，而是率兵直奔我乌孙边境而来。那绿侯正率领温归旧部和他对峙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还不止这些，你父亲还派人送来信件，让我杀了温归和解忧，要不然他绝不退兵。你怎么解释？昆明，虎姑真的写信给父王了。那信里说了什么？信里说让父王退兵。你还敢撒谎！在军国大事上，你居然敢耍弄我！昆明息怒，虎姑是昆明的女人，虎姑也是把乌孙当成自己的家，我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？你怎么了？最近一直头痛，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。你说你头痛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昆明，我真的写信给我父王了，请你相信我。公主，这是怎么了？前2日不都见好了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今日我口干的厉害，快去给我倒杯茶。奴婢现在就去。你干什么呢？公主误会了，顾瑞亚没有要害您呢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拿下！侯爷，哎呀，这志气治到什么时候啊？连饭都不吃了？哥，阿依拉求你救救翁归。阿依拉，当初翁归在昆明那儿口口声声要置你哥于死地，谁救你哥了？啊？可她是你妹夫，你要是不喜欢她，不想救她，当初为什么要把我嫁给他呢？当初他是乌孙的左大将，昆明的王帝，现在人在大牢里，他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都不知道。什么意思？昆明真的要杀了翁归吗？这我也不知道。你说你让你哥去救他，我冒失求情，那昆明给你哥治一个同谋之罪怎么办？都怪那个刘解忧，要不是他，翁归怎么会抛下我去起兵造反呢？现在知道了，他们汉人都这样。亏得你当初还说刘解忧是好人呢。哥，要不你去求求左夫人？求左夫人？左夫人和翁归还有昆明自幼相识，
肯定感情非同一般。昆明又那么宠爱左夫人，要是他肯替翁贵说话，昆明一定会心软的。哥，你就再帮阿依拉这一次吧，大不了以后都听你的，再也不和你作对了。侯爷，左夫人差人来说，请侯爷去，有要事相商。哥，知道了，什么都听我的。都听你的。现在吃饭。古瑞亚，我再问你一次，究竟是谁指使你给我下毒的？公主明察，这真的不是毒药，是解药啊！荒唐！你的意思是，你明知道我中毒，故意隐瞒不报，暗地里给我解药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没想到我防来防去，竟然没有防住你。公主，古瑞亚不敢。古瑞亚对公主是一片真心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害公主啊！你可以不说，我会奏请父王，把你的族人都抓了去，到底要看看你们的阴谋。公主不要，公主不要啊！左夫人，常山拜见左夫人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侯爷来得正好，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给我下毒，怕是要死得不明不白了。哦，夫人，小侯正有要紧的事儿跟夫人说，这事儿跟古瑞亚没有关系。把他拉下去。夫人，古瑞亚是不是跟你说他用的不是毒药，而是解药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他说的是实话。夫人最近不是总头疼吗？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事儿。这太医给夫人看完病，我就确定夫人中的是慢性毒药。太医为何不禀报？啊，是小侯不让太医说的。小侯主要是怕惊扰了夫人，伤了胎气，再者是怕打草惊蛇，让对手有所防范。幸亏对方用的药毒性不大，解除不难，小侯这才让古瑞亚偷偷的把解药让夫人服下。这么说，你们是一番好意？不，小侯这么做都是为了夫人着想。放肆！这么大的事为何不禀报？夫人，息怒啊！小侯这么做确实欠考虑，但是小侯对夫人是一片忠心，苍天为证，下回小侯真的是再也不敢。行了行了，查到真凶没有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小侯觉着这事儿跟解忧他们一票人脱不了干系。解忧曾经说过，说我是中毒，应该不是他。解忧怎么会？那夫人的意思是，下毒的还有别人呢？这个小侯真是想不到。这事儿先不说了，还有一事我想不通，为何父王还不退兵？是不是没有收到我的书信？这事儿夫人都没有头绪，小侯更不敢猜测大单于的生意。不管为何，父王不退兵，匈奴和乌孙的关系势必受到影响。温归已经进了死牢，为何父王在这个时候要对乌孙开战呢？我自然不希望乌孙倒向大汉，但我也不希望乌孙跟匈奴开战呢。这么一来，昆明一定会对我有所芥蒂。我要改变昆明的心境。夫人是不是多虑了？您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保重身体。
这次算是把昆弥的心都伤透了。只是事到如今，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怀大哥，你最了解我，我绝不会为了苟且偷生而说谎。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，倒也轻松。那翁归呢？今天一早被带走了，我想应该还是在这死牢之内，可否帮我打探一下？好了，算我没说。公主，这一次是昆弥特准我来看你的，也许就没有下次了。我现在在想尽一切办法救你出去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千万不能做出什么傻事来。昆弥正在气头上，你如何救我？我已经给皇上写信了，但是他肯不肯帮忙我还不知道。如若不然，我就是万死也要救你出去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这样。你帮我照顾好冯辽和阿才就好了，不要像我这样做傻事，不然我死也不会原谅你。还有什么坏消息？啊，右大将安索克联合了不少亲汉派的大臣，将上书昆弥，希望昆弥能够让翁归戴罪立功，地狱匈奴。公主，现在匈奴兵临边境，那些个亲匈奴派的大臣，怕触昆弥眉头，都不敢出声。我想这正是最好的时候，只要昆弥肯放翁归，那公主出牢就指日可待了。哪有那么简单？臣奏请昆弥，现在大敌当前，唯有温归能退匈奴。我等愿意替温归担保，恳请昆弥准温归戴罪立功。恳请昆弥赦免翁归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常山，你这个小人，你反对温归带兵，难道你有胆量对抗匈奴不成？小侯是不会带兵，但是赦免翁归万万不可。万万不可，有何不可？常山，你向来亲近匈奴，如今匈奴欺我边境，我看你还有何话说？这里边肯定是有误会。什么误会？你分明是公报私仇，是怕赦免了翁归以后对你不利。大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小侯呢？现在放翁归，实属不妥呀。有何不可？行了，别再说了。你们今天来，是不是都是替翁归求情呢？啊？好，那好，姑就告诉你们，翁归定战不胜。谁要是替他求情，谁就是他的同党，与翁归同罪。昆弥英明。怎么样？昆弥怎么说？唉，在下实在是不解。不解什么？难道还要大臣支持常山西侯？在朝堂之上，我们这些请愿的大臣占了绝对的多数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昆弥他……你不知道就完了。我们家公主怎么办啊？还有，昆弥让我转告二位，从今往后不许再去探望右夫人。什么？稳赢的棋都让你给下输了，我不管，你给我想办法。冯姑娘，在朝堂之上，昆弥已经收了在下的兵权，令在下静坐在家，不得外出。在下已经尽力了。冯亮，
将军，你说我等连累，怀天杀实在过意不去。方良，我们就别多说了。怀天杀，你就不着急吗？我怎么不着急啊？之前我去看公主的时候，她一听说右大将要去请愿，就有不祥的预感。难道公主能预知今日朝堂上的局面？这其中一定有玄机。夫人，这回真是把我吓坏了，我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呢。你还信不过我吗？只要你上殿反对赦免温归，就必胜无疑。小侯只是不明白，这满朝文武都替温归说话，这亲匈奴派的大臣们没有一个吱声的。我是势单力薄，怎么看都没胜算呢。要的就是势单力薄。你想想，昆弥最恨大臣拉帮结派，今日右大将他们10几个人对你一人，你说，昆弥会同情谁？我明白了，但这也不足以让昆弥震怒啊。现在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我们只需火上浇油。哎，夫人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穆哈兹给了昆弥一个纸条，难不成是夫人写的？没错，我只写了温归结党4个字，就足以让你成为朝堂上的胜利者。温归结党，夫人这招真是太妙了。这右大将他们越是占上风，就显得小侯越是可怜，那昆弥就会怀疑右大将他们跟温归是同谋。夫人，我现在对您佩服的是五体投地，这一来温归恐怕就死定了。我本不想将温归置于死地，毕竟我们有少年时的情谊。只可惜时移世易，为了乌孙和匈奴的大局，我别无他法。夫人最近心软了不少，是不是因为怀了小王储的关系？夫人，这明枪暗箭的死斗里，多愁善感是万万使不得的。我自有分寸。说起小王储，我倒想问问你，给我下毒的人查到了吗？尚未查实是解忧所为，但夫人上次说下毒的人还有他人。小侯这点不明白，在赤谷城里，除了温归和解忧，还会有谁动这个心思呢？这动机何在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现在重中之重，就是让我顺利诞下小王储，然后再弥补昆弥对我的误会。说起来，你的解药真是有用，我今天头疼都没有犯过。夫人的健康是小侯最大的心愿。那个古瑞亚她，把她放出来吧，你去办吧。喂。母后，最近孩儿军务繁忙，没能来给您请安，请您恕罪。军务是正事，耽误不得。同样，你的善事也不能耽误。我可是听莫哈兹说，你最近2日的善事都原封不动端回了后厨，这可不行啊！哎，这孩子真是多嘴。来，母后。姑是因为这2天没休息好，所以有些食欲不振，请母后放心。昆弥，你是国君，一发一肤都是乌孙百姓的，不是你自己的，随意损伤不得。即便是为了国事，饿坏了身体，这都是错误。更何况，母后看你可不光是为了国事啊。母后言重了。哎，你看，姑不是吃得好好的吗？是吧？这肉不错，这一定是纳赫雅亲自烹煮的吧？好，非常可口。来，华儿喜欢就多吃点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
右大将等人上书求你赦免温归。听我说完，右大将他们确实是太不像话了，在朝廷上就闹起来了，理应罚他们。谢母后体谅。不过，昆弥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，不要因为一些流言蜚语你就一时糊涂。你这样把解忧关在牢里，消息传到大汉也不好听。为了这个闹僵了跟大汉皇帝的关系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是。至于温归，你不会是真的想要处决他吧？姑现在想不出让他继续活下去的理由。就算温归不是你的兄弟，他在乌孙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右大将肯联名为他求情，便可见一斑。你若是真的处决了温归，乌孙很可能陷入内讧的局面。少了亲汉派大臣的斡旋，这乌孙和大汉很可能陷入困顿之中。难道你真的想倒向匈奴吗？你不要忘了先王列焦弥的嘱托，他要的是制衡，唯有制衡，才能让乌孙在大汉和匈奴之间生存下去。那是谢王对温归的嘱托，不是我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难道你要整个赤谷城的人都听到吗？你以为温归心里就没有猜忌吗？只是他不说而已。尘埃已定，坐在王位上的是你，而不是温归。所以他必须死。纵然他是我的兄弟，可他这次挑战王权，罪无可恕。从前你对温归不是这样的，他就是惹了再大的祸，你都会原谅他的。可这次不一样，他不单谋反，而且还跟我的右夫人有私情。你给我醒醒可不可以？你爱解忧吗？你根本就不爱，你只爱死去的细菌。解忧对你来说只是细菌的替身而已。母亲，你别说了，你根本就不了解皇儿。我是你的母后，我当然知道我的皇儿。你渴望王位，想让乌孙兴旺不衰，这才是你，这样的你才会幸福，对不对？那是你想要的，并不是我想要的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后悔占着这个王位。如果我没有那么做的话，我现在也用不着整天在朝堂上跟那些亲汉派和亲匈奴派斡旋，我也用不着跟我的兄弟反目成仇，更不会失去我的爱人。怎么样，见到公主了吗？右大将说的没错，一定是昆弥下了禁令，死牢的卫士根本就不让我进去。昆弥大发雷霆，也不知道公主在死牢里怎么样了。怀将军，那，你有打听到温归殿下的消息吗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昆弥如果真的要处置他，早就会有消息了。我的阿彩姑娘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关心别人啊？要不是温归起兵，公主早就被放出来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殿下是冒死救公主，你还埋怨他？好了，别争了，事情到现在这样，争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去看看长安的信来了没有。阿彩姑娘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该出马了吧？我出马？
什么意思啊？你去好好求求虎姑，说不定她能帮我们进死牢去。胡姑？我怎么能去求胡姑呢？你听我说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想见到公主，只能求她帮忙，没准儿还能见到温归呢。可是，你放心，你的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我知道你一定有你自己的苦衷。你是个好姑娘，但千万别走错了路，知道吗？拜见左夫人。阿彩，你一来我的宫里，我这儿都蓬荜生辉了。阿彩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女，给夫人请安是本分。你一向都怕我，我料你在我背后也不会说我好话。怎么，你们家公主进了死牢，没了主子，想起我了？阿彩之前受过夫人不少好处，来探望你是理所应当的。哼，今天倒是挺会说话的。左夫人，求您看在阿彩曾经帮您做过不少事儿的份上，让我去见见我们家公主吧。我就知道你有事儿求我。别的好说，这个不行。左夫人，我们家公主已经被关了好几天了，求您让我去看她一眼，哪怕不说话，能见上一面也行。没有昆弥的旨意，任何人不能进死牢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即便我想帮你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左夫人，谁都知道你是后宫之首，是乌孙母仪天下的王后，又是集昆弥宠爱于一身的左夫人。只要是您想办到的事情，有什么办不到的呢？这话说的倒是挺漂亮的，可是我眼睛里容不得沙子。阿彩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不然之前我也不会让你办那么多的事儿。你要是真的想见解忧，我还真有办法。谢谢左夫人，谢谢左夫人。先别着急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只要能见我们家公主，什么条件阿彩都答应。离开解忧，到我的帐下来，做我的侍女。怎么，不愿意呀？阿彩何德何能伺候左夫人？哼，你以为我缺你一个？像你这样的姑娘，我宫里多的是，个个都比你聪明。那夫人，我就是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胡姑比解忧更加胸怀宽广，连她的侍女都愿意到我这儿来，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？既然要离开，阿彩想先禀明公主，求得她的准许。阿彩不想旁人说阿彩背信弃义，这样左夫人脸上也不好看。可以，那你速去速回。古瑞亚，把我的金腰牌给阿彩。喂，谢谢左夫人，谢谢左夫人。你快去吧。侯爷，都准备妥当了，
小的是否该向左夫人禀报一声？不必了，左夫人让我自己去说。什么时候可以动手？回禀侯爷，今晚就可以动手，绝无耽搁。阿彩见过侯爷。阿彩，哎，你不是解忧身边的那个侍女吗？是。你不在她身边待着，跑这儿干什么呀？侯爷，说来话长。阿彩，你记着，2个时辰内一定要把夫人的腰牌拿回来。阿彩告退。冯姑娘，阿彩，怎么样？拿到了。韦将军呢？开始找昆弥了，我去找他。来不及了，2个时辰以内必须把腰牌还给胡姑。那我们走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腰牌不能用吗？当然能用，但这是左夫人的腰牌，只允许她一个人进入。怎么办呀？阿彩，你进去，听清楚，一定要向公主讨个主意。她最聪明，一定知道我们该怎么办。好，你等我。解忧从来就不信什么天神，但是今天，求天神保佑我，我不想死，不想死在这儿，我想出去，离开解忧，到我的帐下来，做我的侍女。我就是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胡姑比解忧更加胸怀宽广。我想出去，看看阿彩，看看冯辽，看看怀大哥。阿彩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你过得可好啊？文贵，文贵，我想跟你一起走，我想跟你一起走，随便去哪儿，只要跟你在一起。去哪里都可以。殿下，文贵殿下，阿彩，你怎么来了？是解忧让我来的。解忧，他怎么样？他还好吗？他有没有让你带什么话给我？公主很好。真的吗？这里一点阳光都没有，你怎么受得了啊？唉，一个马上就要死的人，还有什么可挑剔的？殿下，你为什么要向昆弥坦白呢？你明知道他知道了你们的感情，你就必死无疑了。这是解忧告诉你的。
你不懂，在这种时候，你骗不了昆明，只能说真话。说起来，解忧也算是跟我心意相通。还好他说的是真话，要不然我在隔壁偷听，非一头撞死不可。怎么了？我们还没死呢，给我们哭丧了。你们为什么这么傻呀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眼睛哭花了，咱们嫁人呢，啊？阿才不要嫁人，殿下如果死了，阿才一辈子都不嫁人了。阿才，你是，我是喜欢你。我从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你。你干嘛那么傻呢？明知道我喜欢的是解忧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没有非分之想，我只是想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。我怕如果再不说，就没有机会了。好，阿才，你的情谊我记着，下辈子再还了。阿才，我再求你件事情好吗？殿下，你说。我就请你替我告诉解忧，不要害怕，不管到哪儿，我都陪着他。殿下，我现在就去告诉公主。好姑娘，谢了。公主，阿才，阿才，你来看我了，快让我看看你。你受苦了，阿才，我好想你。啊，这里不是让昆明给禁了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去求了胡姑，是她给我的腰牌。胡姑，她竟然肯帮你。我们不说这个了，公主。别再叫我公主了，我这个公主的名字，不知道哪一天就没了。昆明一定不会饶了我跟文归的。解忧，你在戏班的时候就任性，当了公主还是没有长进，真是枉费班主为了救你而丢了性命。如果不是你非要救那个李陵，你和殿下何至于走到今天这步呢？阿才，救李陵到今天我也不后悔，可能就是我们俩的命吧。早知道，我就跟着温归远走高飞了。我倒宁愿你跟殿下一走了之，也好过你们俩现在在这等死啊！我刚见到殿下了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不要怕，无论去哪儿，他都会陪着你的。他真是这么说的。也好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
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能死在一起，我也知足了。对了，解忧，我发现胡姑现在的情形，跟你中毒的时候很像。对，我曾经劝过她去找医说，可是她不听。我今天在胡姑那儿碰见常山西侯了，听他说什么今天晚上就要动手。动手？着火了！快来救火！哎，救火！着火！着火了！解忧，来人呐！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呐？救火了！着火了，快救火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阿才，这是死牢，你打不开的。快走！我一定要救你出去！来人呐！快走！解忧，解忧，你等着我！快走！小心！哪儿啊？解忧，解忧，公主！解忧，公主，公主，没事吧？要不然阿彩真找不着你。快，天下，走！小心啊！公主，快点！那边。王贵，解忧，就知道你会来救我。要是能活着出去，一定要好好谢谢阿彩。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！阿彩，快走！阿彩，阿彩，快走，别管我！快，阿彩，快走啊！你干什么？快走！快走！走！阿彩，阿彩，快走！阿彩。昆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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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不进去为好。为什么？公主她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了，难以辨认。既然难以辨认，你怎么能确认就是他呢？让开！昆明，来报告昆明，发现了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解忧的玉佩，从小随身携带。回去吧，被鬼迷看见了不好。古瑞亚，解忧死了，我为何心里那么害怕？夫人，不要多想，当心动了胎气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翁贵呢？昆明，翁贵殿下，尸首没有找到，可能被烧为灰烬了吧？
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火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的。穆哈顿，昆明，快点上！你们2人去把真凶给我找出来，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。喂。 禀皇上，乌孙昆弥鸿雁传书，说什么？昆明信中说，解忧公主轰了。什么？解忧她？是，公主她死了。 皇上，万万要保重龙体啊！臣的旨意，赦免解忧公主，放走李陵之罪，举国上下吊唁解忧公主。遵旨。 公主，公主，虽然冯辽一直跟我说你安然无恙，但是今天见到你，我的心才算落了地啊。我也一直着急，赶紧见到你呢，好多事情想问你。啊，这些日子，照料公主有劳了。 怀将军，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打交道，怎么突然那么客气？好了，阿彩的后事料理得如何？啊，公主放心，阿彩的尸首已经下葬，而且是风光大葬。昆明感念公主，把阿彩当成公主去吊唁的。现在整个赤谷城都沉浸在悲痛的情绪当中，这对于阿彩来说，也算是一种安慰吧。 有人要害我和温归，阿彩算是替我们俩受苦了。我一定要查出这个幕后的真凶，为阿彩报仇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公主，昆明已经写信送往长安城了。皇上得知此事，已经赦免了你私放李陵的罪。又一桩欺君之罪。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。姐，我记得你说阿彩在失火之前跟你提起，常山西侯有些古怪。 是的，那胡姑一定跟这次失火脱不了关系。胡姑身体如何？她身体尚可，不过听说这件事情出了以后，她的精神很差。我看这个胡姑啊，就是因为害了咱们公主，自己心神不宁。她最近可还有中毒的症状？那倒没听说。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阴谋，而胡姑呢，只是这一盘棋当中的一颗棋子而已。 昆明来了。嗯。啊。昆明，这孩子还没有名字呢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名字当然应该由姑来起了。这是孩子的福气。就叫霓，霓是他的名字。霓，这名字怎么？你不喜欢姑给他起的名字？胡姑不敢，
只是觉得昆弥抱着孩子，脸上却没有喜色，是不是昆弥不喜欢这孩子？怎么会呢？姑当然喜欢他了，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这可是姑第一个孩子。夫人，我是担心你。刚生完孩子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啊。谢谢昆弥关心。既然您是嫡长子，是否该立他为王储？昆弥，昆弥。好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既然您是嫡长子，是否该立他为王储？好，不着急，再过几年再说吧。等他长大一点，啊。姑突然想起来还有正事要办，啊，你好好休息，明天再来看你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昆明竟然给孩子取名为你，如此贫贱的名字，他定是不喜欢这孩子。这孩子长得多好看呢，那么像昆明。夫人，你想太多了。昆明心里对小王子必是疼爱有加的。昆明这副样子，定是在为解忧悲痛。无论我做什么，他都忘不了解忧。带着你下去吧，我累了。喂。我等在祖陵里借住，多有打扰，祖先们的祭品也让我们吃了不少。他日脱险，一定好好的到这里来，向各位祖先赔罪。哎，我说啊，你不会每顿饭吃饭之前都要向祖先赔罪吧？啊？可是这里的祭品让我们吃了不少，多不敬。哎，放心吧，我的祖先没那么小气。来，吃饭。就是啊。就算这些石头再有灵性，你也不必时时拜，日日拜。哼，来，尝尝。我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出事儿了？胡姑顺利诞下一子。啊？孩子平安就好。公主。胡姑害死了阿彩，又差点把你害死，你倒替她开心。我怎么会替她开心呢？之前有人给胡姑下毒，她的中毒症状与我一般无二。这个凶手的目标就是她腹中的胎儿。
如今胡姑顺产，此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还会有其他的作为。我们定能发现这其中的破绽。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我倒是担心这孩子出世以后，匈奴人的乌孙王庭势力可又要增大了。没错，毕竟这个孩子是昆明的嫡长子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听说昆明亲自给孩子起了名字，叫倪。倪？这名字，昆明是何用意啊？王兄应该还是会怀疑那场火与胡姑有关，借此来敲打胡姑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王兄应该不会那么快立倪为主的。我也这么想。那就太好了。如果他的儿子做了王储，咱们可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可是我心里不踏实啊，这赤虎城里到底藏了多少秘密？如今胡姑诞下倪，昆明又是这般态度，这王庭背后的暗流会越来越凶。最近怕是要出大事。公主，你可别乱说话了，你说话实在是太准了。你别乱说话了。好了好了，吃东西吧。撤！上次围猎的时候，还有解忧和温归陪着过，可现如今就只剩下孤家寡人一个了。昆明，左夫人刚刚生产，要不要去陪一陪？等打完猎以后，我自然会回去。昆明，我看这天气不会有猎物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打不到猎，姑今天就不回去。昆明，跟上昆明，撤！连之路都知道保护自己的伴侣，而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。
回事啊？母后，孩儿受伤，无法给母后请安，请母后恕罪。怎么回事？没事。这是怎么搞的？说话呀！回太后，是昆明在狩猎途中遇险了亡。你们这帮侍卫是干什么吃的？为什么昆明伤成这样，你们却毫发无损？母好自没有。来人，把今天逝者的护卫都给我杀了！哎，母后莫急，坐。今天是孩儿一时贪图狩猎，把他们给支开了，不怪他们啊，不怪他们。母孩子，下去吧。虎姑，你也来了。听到昆明受伤，虎姑担心不已。皮外伤，不碍事。虎姑也觉得几只野狼伤不了昆明的元气。太后，您就放心吧。放什么心？我放心。先是死牢失火，右夫人温贵身亡，现在昆明又遇险，伤成这样，不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母后，没事的啊，你看儿子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几只狼而已，不必担心。母后，孩儿今天呢也累了，想先歇歇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好，我先回去休息，你也好好歇着，晚上我再来看你啊。好。虎姑。在。啊，王子，他怎么样？回昆明，一切都好，昆明就放心吧。那就好。你要替姑照顾好这个孩子。喂。回去吧。虎姑告退。莫哈兹。昆明，让你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？回禀昆明，正如昆明所料，那些狼的脖颈上毛发稀疏，像是戴过钢圈的痕迹。果然是被人圈养的。参见左夫人。快把药端进去。喂。这是什么药？回昆明，是补血生机的药。怎么样？穆伦特，公主有何吩咐？前几日昆明的披风忘在我这儿，为何不见了？古瑞亚不知。穆伦特，你看见了吗？没有啊，会不会是昆明差人拿回去了？若是昆明差人来取，为何我们3个人都不知道？这事真是蹊跷。公主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昆明说那狼是被人圈养，若是有人从我这儿偷走昆明的披风，让狼记住味道，披风的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，否则你们谁都活不了。是，奴婢不敢。昆明，昆明怎么了？昆明，昆明，
怎么样？骨头疼得厉害，我想可能是伤势导致的。去，给我倒杯水来。好。嗓子像是火烧着了一样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想不通。这是木哈兹信任我，偷偷跟我说的。按理说，王兄他身体健壮，就算是被野狼所伤，那也并不致命啊。怎么会在太医的诊治下却越来越差呢？更奇怪的是，昆明现在头疼症状，跟公主之前中毒的症状非常相似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昆明怎么了？什么中毒？解忧。你别着急，好了，王兄他不会有事的。即便是真有人给王兄下毒，不是还有医硕在吗？他会有解毒的法子的。我要去看看昆明。你疯了！王兄以为我们死了，你眼下贸然去，万一被抓了，那是欺君之罪。我担心他。他是我的兄长，我就不担心吗？我现在急的是没有头绪，有人先后给细菌、我和胡姑下毒，火烧死了，害死了阿彩，现在又向昆明下手。这个人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我觉得我自己笨死了。我也跟你一样没有头绪。若说是匈奴人干的，为什么胡姑也中毒？我肯定，胡姑和我中了一样的毒。可是，这样对谁有好处？行了，我们都别再瞎猜了，对方一定还会再出招，我们就只有等着对方的下一步棋了。我相信昆明不会坐以待毙的，他一定会想办法，令凶手自乱阵脚。昆明到，神明护佑，昆明万安。昆明，你的伤势不碍事，不过也不比年轻的时候了。这么点小伤，竟然破了元气。昆明伏笔深山，必将早日康复。这几日，朝堂上有什么要事吗？回禀昆明，安索克负责死牢失火一案，但尚未发现任何纵火证据。再查。喂，禀昆明，匈奴自退兵以来并无异象，边境和平无异。好。昆明，小侯有要事要奏。说。小侯恳请昆明立王子你为王主。程山，你是什么身份？嗯，立王储之事你也敢插嘴？太后息怒，昆明这次受伤非比从前，恐怕一日三刻无法好转。眼下大汉和匈奴对我乌孙是虎视眈眈，小侯认为昆明必须要做好准备，万一……什么万一？凭你这句大逆不道的话，我就……哎，母后，常山说的有些道理。不过这件事情，还是让姑和母后来决定吧。你们先退下。
立王储之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的，这还用说吗？这孩子有匈奴血统，如果你立他为储，胡姑就会母凭子贵，那些亲匈奴派大臣更是如鱼得水，那乌孙有一半就会落入他人之手。母后说的极是，但是我认为，这孩子毕竟还有一半我乌孙王族的血统，而且他也是我军须弥唯一的孩子。只要善加教导，将来他一定会为乌孙利益着想的。可是，母亲，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。请不要善加阻止了。昆明，既然你执意要立你为王储，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昆弥驾到！来。拜见昆弥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昆弥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胡姑今天真是好福气，好久没有见昆弥笑过了。昆弥还是要注意身体，按时吃药。啊，姑知道。今天过来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姑打算立你为王储。昆弥是说立咱们的儿子为王储？胡姑谢昆弥天恩，胡姑一定好好教导王子，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储君。这件事呢，就不劳烦你了。昆弥什么意思啊？来，起来说。啊，坐下。乌孙的规矩，凡是异族夫人所生之子，要立为王储，那不得由亲生母亲抚养。这是什么规矩？我都没有听说过。这是我乌孙的老规矩。你放心吧，孩子会交由我母后抚养，绝对不会亏待他。这也是我母亲答应立你为王储的唯一条件。昆弥，你一出生才不足半月，你不会是想把他从我身边带走吧？这件事情已经定了，不能更改。昆弥，如果是这样，胡姑宁可他不是王储。此事岂能容你戏言？立你为王储是好事，你不是一直想这样吗？莫哈兹，把孩子带走。虎姑，要记住，以后不要再打听王庭的事，不要以为自己的孩子做了王储，手就可以伸长了。
呦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儿，我乌孙的小王储，真漂亮。太后，昆明说王子尼还未满月，昆明会亲自挑选奶妈来照顾他。哼，昆明也真是的，连我都不放心。我这儿有的是奶妈，一定会把小王储喂得壮壮的啊。那是，有了太后的照料，昆明当然放心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告诉昆明，我会亲自带你去祖陵为这孩子祈福。宝贝儿，这王子长得真漂亮。是啊，太后，你为何叹气呀？这孩子确实漂亮，就是太像胡姑了。你去备好车马，我要带王储亲自去祖陵祈福。哦，对了，之前跟你说的可曾备好？太后，一切备齐，神鬼不知。我去了。去吧。我想一个人为王储祈福，你下去吧。先祖们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君须弥，为了乌孙。若要惩罚，便惩罚我一个人吧。下不了手吧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解忧，解忧！哎呀，不可能！你的灵魂为什么会出现在祖陵里？因为我嫁给了昆弥呀，要做鬼，也是乌孙的鬼。你做鬼便去做鬼，你为何现身在我面前？因为我看见了，你要害死这个孩子。解忧，你葬身火海跟我可没关系，我没有害你。说，为什么要害死这个孩子？你不要过来！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你说你没有害我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滑胎到底是为什么？啊？翊君公主怀孕的时候头痛难忍，我和胡姑怀孕之后也都头痛难忍，这分明就是一种中毒的症状。有人不但要毒害我肚子里的孩子，还要置我们于死地。当着祖先的面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要有半句假话，我现在就带你下地狱！不，
不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不想让匈奴和大汉的血统混入乌孙，我都是为了乌孙的将来啊！血统就这么重要吗？如果你们的孩子成了王储，匈奴也好，大汉也好，都会逐渐地控制乌孙。可你杀害的是无辜的孩子，他们是无辜的，他们的母亲也是无辜的。当初细君公主中毒的时候，不是你下的药吧？我给你们下的只是滑胎的药，怎么可能会毒死细君呢？以你的身份，一定不敢做这样的事情。你还有同谋，昆明被狼咬伤，经太医诊治之后更为严重，而且头痛难忍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他竟然，他是谁？谁呀？解忧，你不要问了好吗？你不要问我了。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即使你带我下地狱，我也不会说的。好，我不逼你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远离这个杀人凶手，不然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。事情过去之后，你一定会受到惩罚。但是现在，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你惩罚我吧，你带我下地狱吧。纳赫雅见过左夫人。大半夜的来我寝宫，好没有规矩。请夫人恕罪，是皇太后差纳赫雅来的，她有急事要见你。太后找我？是，请您移驾祖陵，太后在那儿专程等您。大半夜的去祖陵干什么？你回禀太后，有事儿，能否明日再？难道是你？夫人说的没错，是有关王子妮。如果你还记挂着王储，那就不要再推脱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请。太后，胡姑来了。太后。解忧，你都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啊？我死得好惨啊！被火烧，被烟熏，死无全尸。是谁害死了我？我要报仇！我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那你别来找我呀！死老失火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数次设计陷害我，又利用李陵使出连环计，一箭双雕，把我和翁归都关进死牢。你好聪明啊！这次事情你一定也脱不了干系。真的没有。自从我怀孕了，我就没有想过害别人。你说我中毒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，我哪还会害你呀？那你敢当着列位祖先和我的冤魂发誓吗？我胡姑发誓，如果是我放火，我不得好死，我儿子也不得好死。
求求你，不要伤害我的儿子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爱你的儿子，所以这次我姑且信你。胡姑，你该为你的儿子想一想，他是王储，是未来乌孙的王，你要好好的教导他，让他成为一个好的君王，让乌孙更加强盛。这个王庭里隐藏了太多的秘密，多到连你都意想不到。这些秘密会置人于死地。你、我、细君，甚至昆明，都是这些秘密的牺牲者。你要小心啊！小心谁啊？小心所有人。我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你记住，如果让我知道你做了任何对不起乌孙和昆弥的事情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解忧你可真行啊，不愧是戏班出来的，这装神弄鬼的功夫一点都没生疏啊。是，公主，你以后可别这么吓我，我怀天杀什么都不怕，就怕这装神弄鬼的。好了好了，通过这件事情，至少可以证明一件事：胡姑没有参与凶手的计划，她自己都不知情。那这个幕后主使到底是谁？有这么大力量，连陆虎母都被他控制了。公主，我打听到了不得了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你可知道同蒲都尉？同蒲都尉？同蒲都尉是匈奴单于为了控制西域而设置的特使，此人可以过问西域的政治、军事，可以插手矿藏、税务，而且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份。这可是个深不见底的角色。没错，我原来担任过皇上的袖衣使者，曾专程到西域去探查此人的身份。后来我们死了很多人，都没有查清楚他的真实身份。此人不好对付。那你查到同蒲都尉的身份了吗？那倒没有，不过据说同蒲都尉一直隐藏在乌孙很多年了。哦，他还用乌孙人的身份活动于西域。这么说，乌孙混入了匈奴人？不可能吧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早先我和王兄在匈奴作为质子，而且先王列焦弥的复国也与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如此看来，一切都有可能。怀大哥，麻烦你把胡姑送回去，不要惊动其他人。好。怎么？看来你已经有法子了。还是要从太后身上着手查，她知道太多秘密了。冯辽，还要拜托你一件事情，去打探一下匈奴军队的情况。好，我天亮就动身。冯辽，自己要小心。哦。好久没有看日出了，这林子里的空气真好闻。这是多亏了你呀，装神弄鬼吓坏了陆虎母，把这周边守卫的士兵都调走了。不过我还是不理解，你为什么会放过胡姑啊？要我对一个母亲下手，我还是做不到。虽然她是胡姑。不错，你还是没变，还是我那个解忧，善良的跟个傻瓜一样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太后既然会三番五次的对已有身孕的后宫下毒手。我倒是能理解她，毕竟她也是个母亲，她所做的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王兄。况且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在想，你说，如果当初是我继承王位，现在你是不是就属于我了？你想要那个王位吗？相比起来，我更想要你。
你要是跟你那王兄一样，整天想着这些国家大事，我也懒得理你呀。解忧，如果这次一切顺利，你还会再回到他身边吗？我最好还是不要出现了。我想，你想什么？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。什么叫属于你自己的生活？不用为别人而活。你说话能不能别绕弯子？我饿了，再不吃东西我就变成饿死鬼了。你舍得吗？你等着。公主。啊，易硕。易硕好想公主啊！我也好想你。我让冯辽去找你来，是想问问你上次帮我解毒的药方，可还有？公主是要为谁配药啊？昆迷。乖。莫兰特。夫人，你醒了。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回夫人，是太后差人送夫人回来的。昨晚您与太后饮酒，喝得多了些。我喝酒了。那王子也是太后送回来的，说是王子还是跟母亲住好一些。难道我出现幻觉了？夫人，你说什么？昨晚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提起，听见了吗？是。请左夫人稍后，容我禀报太后。公主，出事了！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太后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太后死了，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断了。解忧，这儿不能待了，我们得马上离开。没错，太后死得太蹊跷，如果她把见过你们的消息告诉别人，那就全完了。可是我们还能去哪儿？要不去右大将府上？不可以，这个时候不能相信任何一个王庭里的人。公主，右大将这个人，我知道右大将是一个好人，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去找他，只会给他添麻烦。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，一定安全。哪里？母后，母后，你不会自杀的，肯定是有人害你。你放心，有孩儿在这保护你。昆迷，嘘，你干什么那么大声？我母亲在睡觉，你们都小声一点啊！木娃子，木娃子，去把我母后身边的所有人都给我抓起来，我要一个一个亲自审问。啊！
情节哀。太后驾崩，事发突然，您现在要是动了干戈，恐怕民心不稳，造成大乱。昆明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事儿跟你们这些亲兄奴派肯定脱不了干系，跟我没关系。还有之前解忧跟文归的事情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小侯干的，不是小侯干的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昆明，您多想了，不是小侯干的。昆明，我要杀了你！昆明，我要杀了你！不是小侯干的！昆明，这些匈奴人，我要杀了你们！我要杀光你们！杀光你们！那何阳，你伺候太后多年，也是宫里的老人了。你要是现在说，就不必受这些活罪。昆明，那何阳实在是不知道，我一进门就发现太后她已经……昆明，我说，昆明，太后，她的确不是自杀。说下去。回禀昆明，那何雅到宫里是10几年前，那个时候的昆明还没有继位，是有人安排那何雅在太后身边服侍。这个人是谁？昆明，你是否能退避左右？现在你可以说了吧？安排那何雅到太后身边的那个人，其实昆明也熟悉。太后曾经说过，若非有此人帮助，现在当上昆明的恐怕就是翁归殿下了。这人竟然……没错，多少年来，太后一直受制于这个人。太后的死也是这个人所为。这人到底是谁？昆明，那何雅知道，我说了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。那何雅恳请昆明，如果那何雅说出此人的名字，
能不能饶那和雅一命？好，只要你说出此人的名字，姑答应你，饶你一命。快说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要造反吗？穆罕兹，穆罕兹！这大半夜的什么事儿啊？不能明天说吗？夫人，你得救救小猴啊！怎么了？小猴把昆迷软禁了。什么？小猴把昆迷软禁了？你疯了你！我没疯。昆迷丧妻失弟，太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了。然后昆迷现在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了我们这些亲匈奴派的大臣们身上。现在昆迷正对太后宫里的人刑讯逼供呢，下一步没准就是小猴啊。所以小猴为了乌孙，为了昆迷着想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趁此机会。闭嘴！你这是犯上作乱，大逆不道。夫人得救救小猴。小猴软禁昆迷，心里也非常害怕。但是夫人，你想啊，咱们为什么不借此机会跟汉朝断交，联合匈奴，把汉朝在乌孙的地方连根拔掉呢？我虽有此心，但谈何容易？右大将等清汉派大臣握有重兵，万一要是闹僵了……夫人，这事儿不难。只要夫人以昆迷的名义命令右大将即刻前往边境防范，那赤谷城内就唯夫人马首是瞻了。否则晚了的话，右大将会把小侯等一网打尽，到时候就怕连累夫人和小王储啊。好。成败在此一举。夫人英明。将军，怀将军求见。右大将，怀盟有事相求。怀将军，俺索克帮不了你了。将军，怀某还未开口。不是我不帮。是我刚刚收到昆迷的急令，命在下前去边境相助防务，即刻动职。这么急？替我跟冯姑娘道个别。左夫人。怎么样？哦，大臣们都到了，都在殿外等着呢。右大将呢？右大将在1个时辰之前出的城。很好。夫人，昆迷的诏书。啊。夫人真是好文采呀！这和昆迷的文风笔记竟然完全一样。哎，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万万使不得呀！怎么使不得？夫人，您想，您是王储的亲生母亲，这诏书里昆迷让位给王储，夫人理当摄政。乌孙向来就没有这个规矩，况且很多大臣都把我当成外人，他们怎么可能让我摄政？话是如此，可是……少废话！都什么时候了，岂敢畏惧？现在温归死了，右大将不在，大陆荒废在家，朝中就你一个重臣，
让你摄政，谁敢有话说？小侯就是让你做你就做。现在乌孙到了最紧要的关头，你要再敢推辞，我就把你犯上作乱的事情告知全城。不是，夫人您可别吓唬小侯。小侯做就是了，但是小侯执政就这个样子，大小事还得夫人定。那是当然，看你也不是这块料。把大臣们都叫进来吧。受于狼伤，伤势颇深，多日不愈。赤谷城遭遇多事之秋，王族接连身亡，昆弥身心疲惫。现下昆弥降旨，传王位于王子宁，是为黎民。常山西侯为摄政大臣，昆弥为太上王。常山西侯，臣在。宣旨。宣旨。